世间最荒诞的悲剧，莫过于一群连饭都吃不饱的乞丐，拼了命把手里仅有的一块金子硬塞给一位富豪，结果富豪一巴掌打飞了金子，还掏出手绢擦了擦手说：“拿走，这上面有阴沟的臭味。”1848年，单纯热血的德意志人民就上演了这样一场让人心碎的闹剧。那一年的欧洲历史，这辆大车明明打起了左转灯，所有人都以为它要驶向自由的高速路，结果在德意志老司机一脚油门，车头直勾勾地撞回了旧墙。历史学家泰勒曾对着这一年长叹，德意志的历史迎来了转折点，却死活没转过去。然而为什么没有转过去呢？因为当时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一个被历史严重低估了演技的影帝，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在政治的绞肉机里，单纯的坏不可怕，又蠢又文艺，那才是一场顶级的灾难。如果不当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可能会成为一个顶级网红设计师。他亲自设计宫殿的穹顶，甚至能把自己那是高达197英尺的杰作画得有模有样。但他偏偏投胎成了普鲁士的掌门人。这位国王长得非常随心所欲，因为身材臃肿，脖子太短，再加上那双总是透着迷茫的大眼睛，家里人和朋友私底下都叫他比目鱼。但你千万别被他呆萌的外表骗了。当老百姓跑来跟他说：“老板，时代变了，咱们签个合同吧，把权利和义务白纸黑字写清楚。”如果是正常老板，这就坐下来谈了。但这哥们儿把那颗硕大的头颅一昂，深情地抛出了一句名言：“我和我的人民之间不需要冷冰冰的契约，我是上帝派来的父亲，你们是孩子，哪有孩子跟爹签什么合同的？”这种充满了父爱的言辞，让你想反驳都觉得不礼貌。如果大家都有饭吃，国王矫情一点，大家也就当看个乐子忍了。但问题是，饥饿不讲武德。1840年代的欧洲，老天爷突然不赏饭吃了，马铃薯病害来了。当时的德意志民众们主要的粮食就是马铃薯，也就是说饥荒来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这台冷酷的机器开动，把大量农民赶进了城市的贫民窟。在西里西亚，纺织工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冲进工厂砸机器。这是工人们绝望的求救，因为但凡他们有口吃的，绝对不敢做出这样的行为。这时候的文艺国王还在感慨与伤感，他觉得这帮工人太不懂事了，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美好。于是派出他那个人狠话不多的弟弟威廉亲王，也就是后来的德意志皇帝，带着骑兵去进行物理说服。肚子里的激火撞上了脑子里的文艺水，爆炸只是时间问题。1848年3月，柏林终于炸了，这一炸出了一位影帝。老百姓不想听国王讲神话故事了，他们要吃饭，要尊严。人群围住了王宫，筑起了街垒，用尸体和鲜血把战线推到了王宫的鼻子底下。眼看王位不保，那位平时优柔寡断的比目鱼国王，在极度惊恐中突然爆发出了教科书级别的演技。第二天，就在大家都以为要血流成河的时候，国王突然走上了阳台。他脱帽向死难者致哀，而且还十分的细节。他披上了革命者的黑红金三色旗，骑着马在街上游行。要知道，这面旗子他以前看一眼都觉得恶心，像公牛看到了红布，现在他居然披在身上，一脸诚恳地对大家说：“我悟了，我要带你们搞自由。”单纯的老百姓哪见过这场面，瞬间感动得热泪盈眶，以为国王真的浪子回头了。但真相往往比剧本更残忍。就在游行后的第二天，这位影帝给弟弟写了一封信，信里透着一股让人脊背发凉的冷气。他说：“老弟，别当真，昨天我那是为了活命演戏呢，等这招奏效了，我立马就把这破旗子从身上扯下来。”靠着这波神迹操作，国王稳住了局面。而此时，单纯的知识分子们还在做梦。他们在法兰克福开会，写好了宪法，甚至把那首著名的《德意志之歌》定为国歌，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他们捧着一顶代表最高权力的皇冠，兴冲冲地跑到柏林，跪在国王面前：“陛下，请您登基，做全德意志的皇帝吧。”按理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又一次展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傲骨。他捏着鼻子，一脸嫌弃地拒绝了。他的理由非常伤人，但也非常诚实。他说：“这顶皇冠上沾满了革命的臭味，它是从阴沟里捡来的。我是上帝选的王，绝不接受你们这帮暴民的施舍。”在之前浓厚的乐观主义气氛鼓动下，刚刚于2月在伦敦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卡尔·马克思一度决定返回祖国，但这一切终将化为泡影。威廉四世的一句话，把所有热血青年的心扎了个透心凉。他不是不想要皇冠，他是嫌弃送皇冠的人。在他眼里，权力的来源只能是上帝，而不是这群泥腿子。最终的结局似乎一切都没变，但一切都变了。表面上看，皇冠没送出去，议会解散了，马克思流亡伦敦了，旧制度卷土重来。这一年貌似白折腾了。1848年的革命就像一场盛大的烟花，放完之后，夜空还是那个夜空。但现实并没有，他留下了3样东西，彻底锁死了德国未来的命运。第一是大德意志死了，既然奥地利那个老大哥不想玩，以后统一德国这事儿只能靠普鲁士单干。第二是德意志人活了，经过这一年的洗礼，不管你是巴伐利亚人还是普鲁士人，大家脑子里都有了同一个祖国的概念，连那个建在巴伐利亚的瓦尔哈拉英灵殿都在无声地诉说着统一的渴望。第三，恐惧的种子埋下了，那本灰色的共产党宣言，虽然当时没几个人看，但它像一个幽灵，让所有权贵瑟瑟发抖。这个变化也是最大的变化。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其中蕴藏的理念将会撼动德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将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强大驱动力，令当权精英与资产阶级们在恐慌中度过每一天。他们很清楚，在当时工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但他们又不得不使用工人。德意志的历史或许没有在1848年迎来泰勒所说的那种转折，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股思潮都已经迈出了各自的发展脚步。